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46岁的女子每天光吃菜不吃米饭，1年后她的身体会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梅阿姨今年46岁，自从中年开始发福以后，她经常被丈夫吐槽太肥了，以前的你多好看呀。于是她从1年前开始减重，终于把体重从145斤减至了现在的110斤。上个月她去医院做常规体检，体检单显示她的谷氨酸转移酶升高，确诊为脂肪肝。这个结果让梅阿姨诧异，自己都瘦了这么多了，怎么会得脂肪肝呢？医生经询问得知，梅阿姨为了减肥，每天不吃晚餐，早午餐也是完全的不吃主食，每天只吃水果蔬菜，偶尔吃点鸡肉和鱼肉。谈及不吃主食的原因，梅阿姨还提到之前在网上看到的有文章说，米饭是最差的主食，里面全是糖，毫无营养，所以更加坚定了自己不吃主食的决心。无独有偶，刚生完小孩的李女士也通过不吃主食来减肥，但她的方式与梅阿姨不同，她是把一日3餐所需要的能量都浓缩到了一餐，包括水果、杂粮、牛奶、蔬菜等的食物都在一餐内吃掉。就这样减肥了大半年时间，李女士的体重不降反增，这让她困扰不已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一，国人最爱吃的米饭其实是最差的主食。米饭是垃圾主食的说法是来自于一篇白米饭是垃圾食物之王的文章。文章内列出了米饭的多宗罪，认为它是威胁健康的杀手之一。那么为什么说米饭是垃圾主食呢？一是因为白米饭的营养成分相对单一，主要为淀粉；二是因为米饭是个高升糖指数的食物，和馒头、土豆泥等的食物一样，数值均大于80。三是国人很多都存在米饭摄入过量的情况。我国膳食指南推荐每日摄入谷物300到500克，约等于2到3碗的米饭，而有些人一餐就能够吃2碗的米饭。那为啥以前的人吃都没有事呢？这是因为早前白米饭并没有经过细加工，而米饭的外壳上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、脂类和膳食纤维。当时的白米饭是属于粗粮的一种，与现在经过精加工的米饭有基本上的区别，所以古人只吃白米饭不会有额外的健康问题。世卫组织曾2次发布过的限糖令，于是不少人认为是限糖等于限米饭。事实上这个做法并不正确，我们应该限制的糖分为精制糖，有饮料、甜品、糖果内的糖分，或者是白砂糖提取的高纯度的糖分。这类糖纯度较高，而且营养成分单一，很容易就被身体吸收，造成糖分摄入过量，还容易引起肥胖等的发生。而主食内的糖分为多糖、长链糖，这类的糖分进入到人体内需要慢慢的消化才能够被身体吸收，这个过程与精制糖完全不能相提并论。那米饭还要吃吗？当然要吃。白米饭内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接近了 80%， 还含有 10% 左右的水和 7% 左右的蛋白质，几乎不含有脂肪，同时还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100克米内的含量可达到成年人每日需求的 10% 的左右。作为常见的主食的一种，不能够完全把它纳入了黑名单，而是要将重点放在配合什么食物一起吃，吃多少。毕竟身体的供能离不开淀粉，每日保持适量的白米饭摄入很重要。2. 不吃主食的人最后会怎么样？有说法称多吃主食死得快，那是不是说不吃主食的人更有机会能够获得长寿呢？柳叶刀杂志上曾发表过一项加拿大学者进行的研究，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，
对18个国家 13.5 万人营养素摄入情况、心血管疾病以及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情况进行了汇总，并进行了 7.4 年的随访。通过分析发现，高碳水化合物摄入与总死亡率增加相关，这是否意味着多吃主食会使得快实锤了呢？对此，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副教授范志红表示，该研究涵盖了4万余名中国的受试者，多数是以低收入体力劳动者，均从事中等重体力的活动。这些受试者的数据更多的只能代表30年前国人的生活状态。现阶段大部分人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都达不到膳食指南推荐的量。实质上，有研究发现，主食吃少了比吃多了还减瘦。柳叶刀公共卫生上的一项涉及15428名年龄在45到64岁的志愿者，调查结果显示，主食摄入占能量占比的 50% 到 55% 时，死亡的风险最低。当摄入量小于 40% 或者是大于 70% 时，死亡的风险均会增加，其中摄入量小于 40% 的死亡风险更高。此外，不吃主食除了会减瘦外，还会带来以下多种的影响。1. 变笨。美国塔夫茨大学的研究指出，不吃碳水化合物1周就可能会让人的记忆和认知能力受损，因为大脑的正常活动需要葡萄糖作为能量，缺乏碳水化合物摄入会让身体没有足够的葡萄糖供能，容易导致脑细胞功能下降，让人变笨。2. 肌肉流失。碳水化合物是身体必需的营养成分之一，当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的时候，身体只能够消耗脂肪和蛋白质来供能，而蛋白质对于肌肉的生长修复十分的重要。大量的蛋白质被消耗后，容易让肌肉的力量下降，导致骨质疏松的发生风险上升。3. 营养不良。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会让大量的蛋白质被身体消耗，以至于让身体内的其他器官无法获得充足的蛋白质，容易引起身体营养不良、皮肤变差、体力下降以及抵抗力降低等。4. 影响情绪，易嗜睡。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一段时间不吃主食后，整个人变得十分的暴躁。这其实是因为缺乏碳水化合物，导致脑内的血清素分泌下降引起。该物质会让大脑愉悦，而且缺乏主食摄入的人群，体内各个的细胞和组织都缺乏养分，整个人就会变得特别的疲惫嗜睡。3. 主食吃不对就是在减瘦，牢记3点。主食的摄入对于健康而言十分重要，那么该如何的去健康的吃主食呢？以下这几点很重要。1. 合理搭配。成年人每日的主食应该包括全谷物、杂豆类50到100克，薯类50到100克，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包括有稻米、玉米、青稞、红豆、绿豆等，薯类则包括有土豆、红薯、山药等。建议最好选择多样化的主食，让身体可以摄入不同的营养元素。2. 控制主食量。我国膳食指南推荐，居民每日摄入主食应占总摄入能量的50到 65% 为宜。换算一下，成年人每日需要主食的量为250到300克，也就是每餐饭1到 1.5 碗的米饭。3. 注意烹饪方式，可以将粗细粮搭配制成杂粮饭、杂粮粥，全谷物和精米面的比例保持在1:2为宜。杂豆、薯类可以直接的蒸熟，炒熟后当成主食，也可以加入到粥里。最好不要吃油饼、油条、炸馒头等的油炸的主食。主食对健康而言是不可或缺的，日常一定不要盲目的相信偏方，或者是想通过什么不吃主食来减肥，这样做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。
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